说好的，给我5两。当初说好20两，你5两，如今只到手10两，哪来的5两给你？陈淑妍，你说这话亏不亏心？当初回门你借我2两，说好还5两，这事儿谁牵的头？我手上被你妹妹掐的印子还没消，你跟我说没有？这2两是当初跟你借的，多的没有，爱要不要？2两，打发叫花子呢。陈淑燕，你在书院买一本《春秋集教》得1两2，我爹铺子里全套经史去出，你要是能随便看，一年省多少？给我5两，我让我爹点头，让你随时去看书。你明年考秀才，总不能两手空空上考场吧？先给2两，等你爹点了头，我再给3两。成交。这10两银子得给人贩子还5两，剩下5两是书院赶考的，一文都不能动。你用我铺子里发绿毛的陈粮送你娘，用自己的银子买糕点送别人。那袋粮食是杨家给陈家的回门礼，有就不错了。这包糕点跟杨家没关系，是我陈书杰自己的。哼哼，你这丫头气性倒大，也是个知道好赖的。这什么玩意儿？喂猪都嫌磕碜。这是我自己的钱买的，跟杨家没关系，你们吃着别有负担。天薇姐，你跟天润好好的，以后有事去杨家米铺找我。刚嫁出去就不认娘了，谁家回门谁家喝拿没米的。发霉的粮食糊弄亲娘，这闺女算是白养了。我这一家人的情分就了了。原来他那天说的不是气话。砍柴带猎刀。顺便转转。路上看见的，酸的。你不是上回说嘴里没味儿？你去劈柴。明天我再去后山，你跟我一起去。去后山做什么？看个东西，看个东西，去了就知道。是好看。给你。编的有点歪。石灰石，烧成树石灰能制冰。夏天镇上1碗冰饮能卖出肉钱。这石头有用？有用，但不是现在。等什么时候？等分家。陈书燕明年考秀才，考上了他肯定闹分家。他那个人，用完大房房就会甩手。分了家，我多打猎，你不用什么都自己扛，有我呢。听说了吗？卖妹子供读书那个，读的什么圣贤书啊？呸！等我考中秀才，有了功名，我看谁还敢嚼舌根。大房，王金珠，我受够了，必须分家。舒杰，嫂子来看你了，你再不理我，我可要生气了。杨家后院外人不能进，你从铺子前门进来的，算闯。伙计没拦住你，回头我得扣他工钱。我是你嫂子，什么外人？嫂子，我出嫁那天，你和我娘扒着我抢银子，
嫂子不是这么当的。上回是嫂子不对，你哥在书院读书，处处要银子，你嫁到这么大个铺子，帮衬帮衬怎么了？卖我的10两银子，够帮衬了。你们卖了我的时候，哼，想过帮衬我吗？陈淑姐，你生气什么？嫁了个老头子，你有什么好生气的？给人当正房夫人，吃穿不愁，有人使唤，有账管，有银子攥在手里。你呢？送客。你看好了。这是咋回事？这是个能藏东西的地儿，往后打的猎物、买的粮食，都能悄悄收进去。这事儿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人心隔肚皮，露出去就是祸事。我晓得轻重，往后我收东西，你得帮我看着人。成，进了这屋，门一关。你想收就收，趁着还没封山，我明天再进一趟深山，多打点。山上开始积雪了，路滑，不许去，摔断腿不划算。奶，过年了，家里总不能还天天喝糙米粥。那不是没银子吗？哼，银子啊，有个条件，从今天起到过完年，2房的人负责每天做饭、洗碗，3顿饭加收拾。成，娘答应了，2房那头您去说，说不通的话，这钱我收回来。大年30咱家继续喝粥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他王金军花几个臭钱就能使唤人？你看看，我这手都裂口子了。再忍忍，过完年我就去考试，考上秀才，咱们分家，再不受这个气。爷，2月限期，我只要2两银子，路费、食宿、笔墨省着够了。考上秀才，以后有的是进项。你说他能考上不？我倒希望他考上，考上了，这分家才会闹得鸡飞狗跳，咱们才能脱身。舒言，拿着，这是娘偷偷攒的，路上别省着，该吃吃。知道，等我考完。寒窗苦读10年灯，卖媚银子公功名。这大戏真是越来越有盼头了。你少跟我卖关子，到底有没有把握？别让我白受大房那些嫌弃。55之数吧。读书人说话留3分，他说55，就是有8成把握。那要是真让他考上了，考上了才好，他中了秀盖，有了底气，巴不得早点甩开咱们这累赘。正好，咱们借机分家，往后谁也别想再吸咱们的血。恭喜陈家村陈叔老爷县试取中第50名，赐秀才功名。中了，我孙子中秀才了。2位差大哥辛苦。哟，秀才公这是连打赏的喜钱都拿不出来啊！2位官爷喝茶。多谢，陈秀才前程远大。淑燕啊，光宗孝祖啊，咱们村的族田往后可得挂在你名下避税了。挂靠族田，乡亲们放心，挂30亩在我名下，应当的。
往后有事儿只管开口。爷奶，有件要紧事儿，趁着一家人都在，我想说说。啥事儿啊，淑燕？你说。我想分家。爷奶，孙儿如今有了功名，日后要走动应酬，交际同窗，用度不比从前。大伯一家也辛苦多年，不如各过各的，都松传些。分什么家？一家人好好的，你刚考上秀才，正是……奶，家里的情况您清楚，大房和二房继续搅在一锅里，只会越搅越浑。怎么分？家里4亩良田，4亩次等田。我的意思，二房3亩良田，1亩次等田；大房1亩良田，3亩次等田。3亩良田，这些年你读书的笔墨钱，赶考的路费，吃的细粮鸡蛋，哪一样不是大房出的？我上山打猎，下地种田，供了你多少年？如今翅膀硬了，良田你拿大头。大哥，我有功名，良田挂我名下免税，这是为全家。往后还有我吗？你想多分良田也行，那就别分了。从今天起，你养家，爷奶的吃穿，全家的嚼用，你来。我养了这么多年，该你了。一家2亩良田，2亩次等田，行就分，不行就算了。你，秀才公，你心里有数。这些年大房出了多少，二房拿了多少，真要掰扯，不是田地的事。村长呢？这事儿得有个见证人。我去请。堂屋归二房，做秀才才总要有个待客的地方。行，自古百善孝王先，爷乃养育之恩，大房和二房都该尽。依我看，2位老人家一家跟一个，大家都有尽孝的机会。我跟老大，老婆子你也过来。我跟淑珍，娘放心，我伺候您。成了，从今天起，陈家大房二房各过各的。分家了，今天庆祝一下，吃白米饭。败家娘们儿这么造，日子还过不过了？爷，分家了，高兴的事儿，您今儿就敞开了吃，往后好日子在后头呢。娘，明天去街上买些肉，再买些细粮，咱们掺着吃。气什么强？好好的院子隔成里半，让外人看见像什么话？奶，您现在是二房的人了，大房院子里的事儿，您就别操心了。那几10两银子，你打算如何处置？大部分留着，秋日院士去州府，寒碜打点街市花费，余下些零头贴补家用。粮食70来斤，腊肉半条，干菜若干，银子6两7钱。光靠你打猎，1个月顶多赚1两多，存不下钱，得想别的路子。天放，你上回弄的猪欢子，油多不多？换子油多，开春正肥，怎么了？明天你上山多弄点欢子油，再去我爹那儿按8文钱1斤，把猪板油全买回来。灶里的草木灰别倒，让娘和天威也攒着。这玩意儿能赚钱？做什么用？做姨子，比镇上卖的好用，你信我就行。成，明天就去。大嫂，你到底在熬什么呀？别问，帮我把那盆花瓣水端过来。唉，好了，
放阴凉处，等20天。等什么？等它变成银子。成了，淡淡的山茶花香。大嫂，这就是你说的银子？这比镇上卖的好使。天放，背着，去镇上。香姨子。这是姨子？端盆水来，您摸摸那块油渍。多少钱一块？20文，给您的寄卖价，卖多少您定，卖不出去，我全收回。留几块？10块，这块您切成小块，给进店的客人试。用过的人没有不想买的。真能卖出去？不出3天，孙掌柜会来找我补货。陈家嫂子，有货没有？10块全卖完了，好几个客人问还有没有。急什么？第2批还得10来天才好。那预定行不行？我先下个数，50块。县城有个相熟的铺子，掌柜是我表兄，问能不能供货。县城的货我单独定价，出货价25文一块，量大从优，但有一个条件，只走你的渠道。姐，爹让我留下帮忙，这搅和的活儿简单，一个方向搅，不能停。搅半个时辰再说简单。大嫂，这要是摆在铺子里，哪个女人忍得住不买？这就叫产品差异化。我养了一辈子的儿子孙子，老了连口热饭都吃不上。娘，你说的轻巧，米缸就剩那些了，不省着吃，喝西北风吗？我昨天做的饭，婆婆说咸，奶奶说淡，今天我不做了，谁爱做谁做。既然这样，明天娘娘在家做饭，你们2个跟我下地去，一天天吵个没完。天放，咱们要发财了。老二起来了，去喊依依盛饭。娘，依依跑了，铺盖叠好的，篮子也带走了。他跑什么？地里的活不干，灶上的饭不做，他凭什么跑？这县城买的桂花糕就是酥。今晚又炖肉，五花肉炖萝卜，昨儿是排骨，前儿是野鸡。这天天吃肉，吃的我都腻了。老不死的，显摆什么？这老头嘴硬心软，到底还是惦记老太婆。嫂子，县城福英号的刘掌柜白纸黑字定了100块，定金1两，货到付尾款，1文不少。成，但丑话说千头，我这灶得量够天数，少1天都不行。宁可晚交，绝不砸招牌。懂对懂，质量第一，20天内交货就行。天放，等这100块大单交了，咱们就做高端货，加好油、好香料，掺蜂蜜，定价翻倍，
专攻县城的富贵人家。听你的。爷，您要是想让奶过来吃顿饭，我没意见。但有一条规矩，他是咱们请来的客人，吃完饭人走，东西不走，一个子儿都不能往二房拿。天润，去喊你奶奶，就说大房炖了肉，请她过来吃便饭。放下！我就带2块肉。我说放下！你是大房请来吃饭的客人，客人吃饱了，该走了。粥明天还做不做？看爷的意思，老头子总算开窍了，这叫蜂蜜羊奶皂。这种皂，大嫂，这也太好看了。粗货价100文，同样的价，一个用油纸包着像腌菜，一个桐木盒装着桂花香。有钱人知道怎么选。我看你是舒坦的，不想回去了啊！田里的活堆成山，就你金贵。走，跟我回去。松手！你给我松手！我女儿怀了身孕，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跟你陈家没完。我怀孕了。陈淑妍，你娘跑到我家，把我怀着身孕的女儿摔见红，分家分的，连个媳妇都管不住，连个娘都约束不了。你这个秀才的脸面往哪儿搁？岳父，这银子您先拿着，给依依买些补身子的东西。她在家养几天，等身子稳好了，我再来接她。你那个娘，管管吧。都怪你非要分家，不分家有大房顶着，哪至于？你去柳家闹的时候，想过我没有？她怀的是你孙子，你差点把你孙子折腾没了。掌柜的，今日带了点新东西，请您长长眼。好料，好工，王娘子开个价吧。100文。150元，这价我拿，但有个条件，往后您在永宁县这类上等货，只能供我福营号一家。掌柜爽快，款到发货。天王，你俩成亲也不短了，二房那边都怀上了，你们怎么一直没动静？娘，我之前在山上打猎，伤了一回。金珠啊，娘熬的红枣粥，你喝一碗再忙，千万别累着。松手。不。天放，我跟你说句实在话，18岁之前，咱们不圆房。你娘那边催过你没有？你跟她说了？说了，我跟她说我不行。你别笑，我娘现在可怕你跑了。陈天放，你怎么这么可爱？亲一下是奖励，不是信号，得寸进尺。下回连手都别想牵。记住了。早点睡。明日二哥后山的石欢石盾来，我还得试新东西。小妹，这水都滚成这样了，里头能冻上？天啊，大热天
真弄出冰来了。1碗酸梅汤3文，加冰5文。二嫂，准备出摊儿。真凉，再给我来2碗。傻愣着干啥？赶紧回去，再运一趟。在下永宁柳家柳明远。王娘子的皂可是上品，我想拿到府城去铺路子。不知娘子手里可还有新鲜物件？新品有，但府城水深，我心里有数，才好想新东西。王娘子做生意的路数，跟府城那些老掌柜比，有过之无不及。失敬，明日我便差人送来。锦珠啊，听说你生意做大了，让你二嫂过来帮帮忙，好歹多个人手。不缺人，2房的人我可不敢使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天润，想不想去读书？你要是觉得年纪大，和蒙童一起面子上挂不住，现在就说。可一旦家里教了庶书，你就得定下心，不能半途而废。大嫂，我愿意，我不怕丢人，我能学好。行，既是花了钱，就不能浪费。明儿起，天润每天下学回来，晚上得把当天学的字和道理教给家里每个人。爷，您是一家之主，得做表率。老大媳妇儿，这让我跟你娘，我们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。这个人字怎么就2笔？我一辈子就这么2笔。爷，夫子就是这么教的，铁长纳短，就站稳了。记不住的不丢人，不肯问才丢人。石灰，原来是用石灰。怎么烫的能泡拽啊？冰呢？哎呦喂，大白天的拉拉扯扯，成何体统？啧啧，这就报上了。哎，我说的是实话，男未婚女未嫁，天天凑一块儿，谁看了不说闲话？不是，你俩来真的？家里都没事情干了吗？天威，你先回屋。抬头，我问你，你对天威是什么意思？想清楚了再说，说瞎话我听得出来。我对他是真心的，我想娶她。回去等着，这事儿我会去商量。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把嘴闭紧，别让我看见你在天威跟前没分寸。这个难写，笔画多。今天陈秀芬在巷口嚷的事，大家都听见了吧？我今天问了小宝，他说想娶天威。天威知道吗？小宝那孩子这些天在这里干活，脾气好，肯吃苦，对天威也实诚。你呢？小宝的2个嫂子嫁进王家，日子过得咋样，你比我清楚。天威嫁过去，不会受气，我没意见。行，那大家的意思就是能成。我去问天威，你说你配不上他，
你手脚勤快，做事踏实，院子里哪样活你落过？天威，你爷跟你说句话。丫头，你爷以前糊涂，让你跟着吃苦受委屈，但这一回你爷把话撂这儿，王家那小子我看着行，你要是也愿意，这门亲事我做主应了，谁敢说一个不字儿，我拿拐棍抽他。6月初8，永安侯府办赏花宴，若王娘子能在半月内制出几样新品，由我家女眷在宴上使用，那便是最好的活招牌。我出4样，其一，面汁，以羊脂混蜂蜡为底，添入芦荟汁，清爽不闷肤。其二，口纸，不做那用盒子装的，我做成高条，外裹蜡纸，旋开便能涂抹。旋开即涂，这闻所未闻。其三，香水，以鲜花瓣蒸馏取露，装入小瓷瓶，即可做香水轻洒，亦能兑水即面。这是定金，半月后我来取货，数量不必多，每样10份即可，但品相务必要精，包装、气味、手感，皆需拿得出手。包装一事你无需操心，将你家女眷的肤色喜好告知我，口纸色号也好相应斟酌。您这般的巧思，屈居村野，着实可惜了。50两。那提亲的事，明日再回。今日得先理张单子，看看缺什么料。后山有野芦荟，珍珠敷粉得去县里买。谁家院子有玫瑰，你替我打听一下。媳妇儿，你真厉害！少拍马屁，干活去。爹娘，有件事同你们说，小宝和天威的事儿，陈家那头已点头。当真？叫你娘放心，过了门我定疼他，给他养得白白胖胖。那彩礼，你爹娘可有什么讲究？照先前嫂子们的例就行，别薄了姑娘，也莫太铺张。舒姐，娘让我捎给你的。搁着吧，我这儿不缺吃食。老三待你可还好？现在问这些还有什么用？吃穿用度比在家里强了不知多少。舒燕兄，你怎在此？这位是……若让张静雯知晓，我的名声就全毁了。同村的，他爹娘托我捎点东西，话已带到了。静雯兄，该回书院了。同村的。水分足，品质极佳。有人跟着我，看清了。回头看，但踩断树枝的声音我听得出来。脚步轻，走惯了山路的人不会踩那个位置，而且只要我一停，后头也停。明天你照常上山，走老路，我教你演场戏。媳妇儿，你真损。天放，今天那片养颜花得多采些。上回柳少爷说了，府城的夫人小姐们最稀罕这个，能卖2两呢。2两？那咱得快点儿，趁着别人不知道，多采点儿。1斤2两银子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大房的钱何该是我的？就是这个，你看，叶子上这些细刺，柳少爷特意交代过，刺越密越好，说明花的药性越足。采的时候连叶带茎一起拔，根也别丢。差不多了，剩下的留着过2天再来。1斤2两银子，刺越多越好，连根拔。你咋了？我被毒草蛰了，疼啊！你快去找大夫。你上山干啥去了？你是不是又去跟大房那头了？我没有，我采野菜。闭嘴！家里地没锄，衣裳没洗，你一天正事儿不干，就惦记人家锅里的，自己抹。
大夫不请，没钱。姑娘要这么多珍珠粉，是给哪家夫人磨粉调脂用？自家用。这位娘子，您若是自制装品，品相若好，济仁堂倒是能帮着寄卖。咱们这条街上来往的女客不少，流水可观。刘掌柜好眼力，半个月后我让人送几样东西过来，到时候还得劳烦刘掌柜帮忙寄卖。走快些，天威该做好饭了。贱人，等我抓到你们的把柄，你们好看。大嫂，买回来了。买回来了。吃完饭，你帮我磨粉。大嫂，你做的那些膏啊、粉啊的，能让人变好看。那你能不能给我姐也做一份？做。你姐出嫁那天，我包她全套妆面。柳明远说6月初8赏花宴，还有7天，4样新品，每样10份。吃完饭都别睡太早，今晚开始赶工。管子不行，我需要2根管子套在一起，里头那根能下推，外边那根固定，还得卡定，还得卡得住。要套进箭头里，也是这个道理。外管开螺旋槽，内管嵌竹钉，转的时候竹钉顺着槽走，膏体就被推上来了。试试。太顺了！你什么你？赶紧再削9根。姐，你好看的像年画上的仙女。那些值钱的膏粉全给你们毁了！我的眼睛疼死我了！救命！你要是瞎了，这个家就剩我一个人干活了，你想想值不值？没瞎就行，养半个月。过关。大嫂，这面纸真好用。有意思。初8赏花宴，这几样给大伯母和堂姐送去。面粉和香粉各留2份给我娘。替我谢柳公子。这批货30套，一定高质量，按时完成。得嘞，小的告辞。多少？100两定金。100两。地方不够用了，咱们买地，建个新家，带着正经的作坊。这事儿让爹去办。老陈头，分家那会儿，是不是都说你傻来着？跟着大房能有什么出息？我家大孙媳要建新房子了，连带着盖个正正经经的大瓦房。大嫂，我娘得眼睛被你院里的石灰水泼伤，说孔络病根。这笔医药费10两银子，公道价。你做梦！
你娘半夜翻墙！陈秀才，你娘半夜私闯宅院，你怎么好意思上门要钱？大嫂嫂说翻墙，谁看见了？有邻居作证，石灰水是你院里的，这在县衙叫置物伤人。大嫂要是不信，咱们就报官。银子在这儿，拿走。有句话你听好，今天这10两，我认了，不是你那套歪理，没把你娘当场抓住送官。下回再有人动我院子里一草一木，我直接绑了人送去县衙。你是秀才，该比我更清楚。偷盗之罪，轻则重责，重则发配流放。到时候你娘要是进了大牢，你这秀才功名保不保得住？你自己掂量。书燕，还是你厉害，一下就要回来10两银子。儿子，快给妹妈点儿，妈请个大夫看看，这眼睛确实疼。都怪我自作主张，换了石灰水，害你赔了10两银子。不怪你，我知道了也没阻止，吃一啻长一智就行。对了，村长那边地契明天就能签，等新房建好，咱们就不用看这些讨厌的人了。嫂子，我没干过这种细活，别给嫂子添乱。添不了。汪当，你负责石臼磨粉，磨到手指捻上去没颗粒感才算过关。做满10天结一次，头3天试用，干得不好直接走人，结半薪。金珠啊，请人了，要不要爷爷也来搭把手？爷爷，作坊的活儿您干不了，但天威和小宝的婚事，借桌椅、写喜字、买鞭炮，这些杂事非您出面不可。这事儿交给我，你爷爷别的不行，张罗场面绝对有2把刷子。等我中了举，定要在府城买个大宅子，这破地方臭死个人。这10两银子的利息，你先收着。下次再敢伸手，我让你在里面待到天亮。以后这种杀敌1000、自损800的事是少干。熏透了我可不准你上床。你想主动，只要能让你顺气，蹲茅坑也值。小妹，天威的嫁妆箱子少了东西。少了什么？口煮2只，正红和豆沙色的，面乳1罐，封口蜡都没动过的那种。天威说，昨天一早，柳依依和陈秀芬专门去他屋里转了一圈，摸了匣子，问里头装的啥。天威怎么说的？他说让你拿主意。二房，现在就去翻他的屋。翻什么？你现在过去搜得到？你想想，要是你偷了东西，会放在家里等着别人去找吗？这会儿你冲过去闹，他一口咬定没拿，你怎么办？翻遍屋子找不到东西，反倒落个欺负孕妇的名声。那就这么算了。重点不是补上不补上的，是这口气。放心，我一定帮你出了这口气。柳依依偷了东西，肯定不敢自己用，她在村里用，不出3天，全村都知道。那庄面是我做的，她唯一的选择就是拿去卖。我不光等她卖，我等她尝到甜头。偷1次得了钱，她能忍住不偷第2次。小妹，要是她不来偷了呢？她会来的，贪心这种东西，喂不饱的。掌柜的，收不收好货？这东西哪儿来的？家里长辈给的，
用不上，想换点银子贴补家用。3样5两。5两？陈淑妍一年到头也才花20来两，就这3样小东西，值5两。成。姑娘，这种成色的货有多少我收多少，价格好商量。你挺着个大肚子就不要到处跑，万一出了啥事儿，哪来的5两？我从陈天威嫁妆里拿了3样东西，拿去锦香阁，掌柜的当场给了5两。天威那个匣子里一整套，值20两往上。哼，东西已经卖了，他拿什么证据？王金珠现在做的那些脂粉，一批货少说值上百两。他那个新作坊还没建好，东西全堆在他住的屋里。你让我去偷！嘘，你喊什么？现在不行，但他那个新作坊快完工了，到时候货都搬进前院的库房里。那院墙后面靠山坡那一侧，我算过，偷一批出来，少说30-40两，够你在府城租个院子。等作坊完工，东西搬进去，你再来找我。后墙外面这片坡，你明天用锄头把草清干净，然后在墙根下铺一层碎石子，踩上去会响的那种。好，这些怎么不锁库房里？放着，就搁这儿。快点，别磨蹭，今天他们去县里交货了，没人。走快点！这些东西比我的砚台体面100倍，只要拿出去，树修、院子全都有了。舒言，你来的正好，让你媳妇儿也下来吧，要不你俩一个墙里一个墙外，我这话没法一块儿说。村长叔，您看见了，入室盗窃，人赃并获，这事儿是咱们自家了，还是送官？金珠，这事儿自家关起门来解决。舒燕毕竟是有功名的人，要是报了官，官可以不报，但有个条件，赔50两。50两？你这是趁火打劫！我又没偷成，你凭什么要50两？没偷成，这袋子是你自己长出来的，里头的东西是自己跑进去的。你翻我的墙，动我的货，转头跟我说没偷成。这批货是给府城柳公子的，交不上货，违约金你来赔。50两已经是我看在村长叔面子上的人情价了，一文不少。金珠啊，不能报官，报了官，他的功名就毁了。你给谁下跪？她是你孙媳妇儿，没了就没了。3天，时辰一过，我拿着这袋子东西去县衙击鼓。姐，50两可不是小数，他真能拿出来？拿不出来就借，借不到就卖家当，卖不了就去找他岳账。总之，跟我没关系。他媳妇儿有身孕。他媳妇儿有身孕，哼，孩子又不是我的，管他呢。金珠啊，你这丫头，心里有数就好。那舒燕要是凑不够，我不给他补吗？你看王金竹像是能放过他的人吗？自己手里那点银子拿好，你要是敢给，我就休了你。我说到做到。不给就不给嘛，说这话干什么？50两，3天凑齐，我手里只有30两。爹娘，你们出10两。依依，你也出10两。你爹我手里从来就没沾过钱。上次王金珠赔的10两，还有8两在你手里。娘手里没多少钱，
一家人还得吃饭呢。治眼睛能花2两，娘，你能拿多少拿多少，不然我的功名没了，你这辈子别想指望我。拿，赶紧拿！依依，锦香阁那5两呢？那5两花了，买吃的、穿的、养胎。行，那我去找岳丈说，让他知道他闺女偷东西的事。你说他是会帮你兜着，还是和你断绝关系？金珠说报官就会报官，你肚子里这个孩子，生在牢里还是生在家里，你自己选。奶，是我。我想了想，不行的话，就把咱家靠河那1亩水田卖了。镇上粮行的赵老板，7两应该出得起。老头子，舒燕说要卖水田。哼，他不过是舍不得自己的钱，变着法子来掏你的棺材本儿。村长叔，50两整，银货2清。王娘子，上个月那批货3天卖空了，尤其是豆沙色，有人一口气买了6只。我这次来是想定个长期的数，如果按4件1套来卖，每月至少得300套。你这边只管做货，销路全交给我。柳公子，300套我供不了。娘子，是价格不满意，价格好商量。跟价格没关系，口竹里用的芦荟、鲜花都是季节性的，7、8月份开的旺，勉强够用。等入了秋，花期一过，拿什么做？目前每月稳定出200套，是我能保的底。多了我不敢应，应了交不出货，耽误的是2家人的信誉。那冬天呢？冬天减半，能出100套就不错了。所以现在花开的正好的时候，我得多做存货。柳公子做生意比我久，应该明白一个道理：细水长流比竭泽而渔强。行，200套我认了，但原材料的事儿我可以帮忙。府城周边也有种芦荟和养花的农户，我让人收一批送过来，你这边只管做货，多出来的货照数给我，如何？料到了，我家人手赶工。那咱们聊聊价钱，4件1套，8两银子，如何？10两。娘子，8两不低了，我那边铺面租金、伙计工钱、运送损耗。柳公子，你在府城卖多少钱1套？我猜不低于20两。豆沙色那款单支就能卖到7、8两，凑一套20两往上走。你要是卖不到这个价，3天不可能清空。我要10两，你赚10两。5成利上买卖，5成利往上的买卖，柳公子在府城能找出第2家。9两，10两，降不了1点。哈哈哈哈，10两就10两，签了。签了，200套，10两1套。1个月200套，10两1套，2000两，那是2000两银子的货。想那么多，10两是卖给柳公子的价，刨完成本，1套赚3、4两，1个月200套，进账6、700两。走，跟我去找村长叔。金珠家作坊收芦荟2文1斤，收鲜花5文1斤，要求新鲜，无烂叶无虫眼。2文1斤，山脚下那片芦荟多的没人要，割回来就是钱。我家后山坡上野蔷薇开了一大片。都看好了，像这种厚实饱满的，花瓣完整，当天摘的收，蔫了的、带虫的、泡过水冲重量的，一律不收。到时候别怪我不给面子。铁芳，咱们乡里乡亲哪能干出那种事？乡里乡亲归乡里乡亲，
货不对版就是货不对版，丑话说前头，免得到时候扯皮。二愣子，不小心混进去的。哼，一筐混了6块石头，你这不小心的功夫挺大。今天的不收了，明天带好的来，再有下次，以后都别来。今天来的人有几个是隔壁赵家庄的。对了，村长叔家的大儿媳说想来作坊帮工，不止他一个，还有3、4家的媳妇儿也问了。你要是扩人手，从村里招最方便。招，不过不急，等流程理顺了再说。